啊，他知道这件事儿？对啊，他是这档节目的总顾问，他担任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小谷，你先不要着急，因为这档节目是我们台第一档超一线的大规模的项目，必须要确保一切的宣传形象正面健康。陈玉桥他个人的名誉问题至今没能解决，所以他也是同意暂时申请幕后的。您说的是有关于洛琳的那件事情吗？那完全是诬陷。你知道真相，我也相信啊。但是社会的层面上，这件事情的影响始终没有挽回啊。小谷啊，你是不是最近太专注于节目制作了，忽略了这些现实的问题啊？小谷，他每天快乐坦然的全身心的投入跟我一起工作，完全不理那些流言，我就以为他没事了。我还是忽略了从好好照顾他。台长，我想确认一下，所谓的这个污名，是不是就是咱们云海承认纯一桥身份还有贡献的障碍？是。好的，我会想办法洗清他。台长，再见。世纪帅男，你在干嘛？这是你的最后一箱了，陆陆续续搬了1个月，总算是搬过来了。哦耶！从今天开始，我们算是正式住在一起了。你提出来这个要求，晚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你会不会有点生气啊？完全不会，因为本人早就已经住在你心里了。哎呦，你说肉麻话的本事真的是天天向上呢。我晚2天才住进来，因为布总我啊决定送你一个同住礼物，这件事儿办不好我不安心啊。哎，你琢磨什么呢？别老想那有的没的。不听。我什么都不需要，你住进来就行了。找我？我想见一下你男朋友陈泽汉。也许现在已经是前男友了。对，是前男友了。你一定有办法可以联系到他吧？我有事情想跟他聊一聊，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行，我帮你约他。我们一起，就像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我们3个一起见面。那个时候我们2校联谊，就是在这样一个咖啡馆，我们坐在像这样的一个桌子上，我们3个人坐在一起，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没错，我也记得。但是我们搞错了，一见钟情的应该是你们2个，最后走在一起的也应该是你们2个。只不过当时我去吧台点咖啡，和泽汉多说了2句话，就造成了后来的阴差阳错，一直到今天。好在那个时候啊，大家年纪都还小，不管是错过还是错爱，都是青春的回忆。木娜，你是我最好的闺蜜，这点这一辈子都不会变。泽汉，你是我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谢谢你给我当时的鼓励、照顾、信心。如果那2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请你接受我诚恳的道歉。没有，确实是我伤害你比较多。你们2个的感情，我不敢插手，因为你们2个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陈泽汉，我不知道木娜还要不要你，反正我想看看你怎么追她。起码首先一点，你得改了爱偷窥人的毛病。我已经接受过相应的惩罚了。
林姐，你来了。把我的会籍退了吧，这个会所是我最后一次来了。可以的，您是要转会到其他俱乐部吗？我还要原来那个房间。行，房间已经有人在等你了。连你都敢来找我呀？淳于乔就是派他的后宫一个一个排队来，他自己不敢来吗？让女人来帮他出头。第一，淳于乔不想见你，我也不想让他见你。第二，我不是什么后宫，我是他正牌女友。他怎么沦落到连你这种货色都要呀？我是什么货色，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今天就让你了解一下。我做了一个 PPT 给你，你没上过班，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presentation。42天前晚上9点，你接到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之后，你到达了 V 酒店顶级套房。这是酒店的监控录像，你进入房间的镜头。房间里有一个美国男人 Charles， 还有4个无业的中国男人，还有已经昏迷的淳于乔。9点35分 ，Charles 还有4个中国男人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就剩下你和淳于乔。你把他的衣服脱了，把自己衣服也脱了，拍下了一系列用于诬陷他的照片，全程都有你的自拍为证，情节连贯，就像电影剧照一样。你是怎么拿到这些的？这些都是你私藏吧？一个理工男告诉我，互联网上没有秘密，秘密是藏于人们心中。你这是犯法！你想清楚，到底是谁犯法？你到底想怎么样？想公布这些来威胁我吗？我可告诉你，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我不想威胁你，这些我一定会公布于众。我需要你配合我发出一个声明，郑重向淳于乔道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现在有靠山了，靠山就是我。他不可以随随便便再被人欺负。如果你不说，我们会替你说。到时候这个娱乐圈不再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你以为我留恋这个娱乐圈吗？从我出道那天开始，我就已经厌恶了。你为什么厌恶这个娱乐圈？是因为你当时为了进入这个圈子做出的那些事情吗？当我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之后，我好几宿都没有睡着觉，现在想想都觉得胃疼。你想借私人关系搏上位，你当时的男朋友教唆你假装单身，怀着目的接近 M1 卫视的制作人。你们一开始的目标不是淳于乔，只不过当时节目做到一半，淳于乔脱颖而出，成了 M1 卫视的新贵，你转而追求淳于乔。你设计情节装可怜博同情，骗取了他的感情，这让当时跟你暧昧的上级制作人认为淳于乔横刀夺爱，你给淳于乔扣上了少年得志、胡作非为的恶名。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淳于乔会对你这么好吧？他为了帮你争取到自商的独家演唱权，一次一次的去找中央紫檀，因为在你的世界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正派的人的存在。你没有控制住自己，爱上了他，这让你当时的男朋友恼羞成怒，一次一次的找你和淳于乔的麻烦。你让淳于乔知道了过往的一切真相，你不想自己背这个责难，恶人先告状。你污蔑淳于乔出轨中央紫，你污蔑淳于乔背叛你。这件事儿你闹得人尽皆知，逼淳于乔离开了 M1 卫视。你一次一次的污蔑他，就像这次一样，你歇斯底里的污蔑他。你闭嘴！你以为你比我强吗？你在他面前到底算什么呀？我才是他的第一任女朋友。你猜想你是他最后一位吗？如果我当年不这么选择，
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你知道吗？陆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永远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我们两个只是普通人，没有你惊为天人的嗓音，但是我们花时间学习，把生命里、生活里、工作上的每一件看似普通的事，都尽力的把它做好，仅此而已。你最不该当时强迫自己跟他在一起，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合适。著名歌手、脱口秀主持人骆琳一度和春泽传媒前总裁淳于乔闹出了所谓床罩门事件，引起了粉丝团的冲突，公众褒贬不一的大论战。不料呢，日前事件发生的戏剧性的反转，著名黔鱼记边边发表了长篇文章，出示多张照片证据，理清床罩事件发生当天的事实情况。而骆琳本人呢，也是发声明呼应，承认一切只是他因个人情感纠葛而制造的夸张恶作剧。大家好，我是骆琳。有关近期网上流传的我和淳于乔先生的床照，全属本人造假。有次给淳于乔先生造成的名誉伤害和对观众造成的不快，我在这里郑重地跟大家道歉。虽然寻找事实证据呢花费了一些时间，但这迟来几十天的公道，确实是这场风波最欣慰的结局了。个人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将退出娱乐圈。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观众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淳于乔先生呢，是我本人的好朋友，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业界良心。我觉得咱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护良心，因为保护良心就等于是保护我们自己。骆琳发表声明，承认床照造假，并向事件受害者淳于乔和公众道歉，同时宣布他本人退出娱乐圈。根据了解，他将移民海外，彻底淡出国内视线。看来退圈决心非常坚定。终于你搬过来了。我终于可以有资格照顾你了。我是你的了。没错，我也是你的。老样子。好，请稍等。我可以坐这儿吗？你怎么会来这儿？早就听说新田隔壁顺丰码头的大名，一直想来感受一下。哦，前新田隔壁啊。前新田，新田搬走了，我还是有的时候会想念这个地方，偶尔过来喝一杯。新公司旁边没有酒吧？新公司的同事们没什么喝酒的心情。哎呀，爱妃也是。看人家云海这风起云涌的架势，有点跟咱们当年似的啊。X 少年的样片我看过了，明天一播出，肯定横扫一线卫视。趁着我们跟彼岸云死掐，云海敲我们竹杠，许长也不惜砸钱竞争。
我们在 X 少年上花的钱比买你们星天所有节目加起来都要多。可是 X 少年并不是你们爱妃网的主打风格。说的就是，我根本就没必要跟这个分。经过我2年的努力，爱妃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就这2个月的混战，方向全无，一夜间回到解放前。星天又何尝不是啊？彼岸云、泛洋传媒、NV。这些跟东海恒天沾上关系的公司，哪个不是？顾小谷第一次来我们爱妃谈合作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市场最后的赢家会是云海。你这腿好了，早就好了。哎呀，习惯了。看来有些习惯必须得丢掉。本次文化产业的规划选址位于我省旧的核心工业区，这个区块是淘汰了落后产能后恢复的青山绿水，也是我省历史文化荟萃的风水宝地。为此，省委省政府对这个项目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这次的招商会也做出了具体的指示。问题还是要慎重一些。一会儿跟他聊聊。周台长，哟，白总裁、徐总裁啊，我们可以坐会儿吗？当然，请吧。哎呀，您这是喝的什么？嗨，我这是滇红加绿茶，喜欢混着喝。滇红加绿茶，周台长果然是有个性啊。嗨，我已经不是台长了，真是不好意思，这一把年纪了，又弄了个董事长的名号。云海现在不是改制了吗？贵省的文化产业园区策划了这么久，终于进入招标流程了。我听说东海和恒天准备联手投标，两大集团分别开发园区的东西2区。这可是目前最为大家看好的项目啊。作为园区未来的进驻企业，我们云海也是非常期待的。啊，我和白总啊，虽然在文娱产业方面做了很多的资本布局，但其实在专业上，我们2个都是后来者。以后还请你多指教。不敢，共同探讨吧。其实要说起文化类产业和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人是核心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唯一核心的要素。人才战略是根本嘛，对吧？说起人才，最近我们恒天集团就发生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才流失事件。程一桥，您知道？当然了，已经流失到我这儿来了。程一桥这个人我接触过，也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吧。您不光是接触过，您还吃过他不少亏呢吧？周台长如此重视人才，现在得到了这个青年才俊，要中庸吗？那2位的意思是？我们呢是希望您能慎重考虑。这前些日子我听说这个淳于桥闹了些丑闻，已经没法在行业里再混了。可没想到他又卷土重来，还进了你云海。坦白说吧，我和白总确实是有很多分歧，但在淳于桥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有共识的。现在我们恒天和东海都是处在文娱产业布局的关键期。淳于桥有一定业界影响，又和我们2家都有恩怨，
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变数，影响我们以后的发展战略。你们的发展战略，嗨，你们的发展战略就是平庸，是吗？赶走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像这样的人很难融合于你们的既定思路的体系啊。面对管理难题，你们不愿意退一步去学习相处之道，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它扔掉，免得让你们难受。反正你们是可以凭借资本的垄断，用你们平庸的产品进行你们低水平的竞争，照样可以保障你们的收益啊。所以呢？所以你们心存侥幸，觉得人才并不是那么重要，简单粗暴嘛。两位大佬啊，你们不如刑天的玉海伦呐，可是你们又怕扔掉的宝物被别人捡了，造成你们反向吃亏，尤其是你们发现这个市场并不能被垄断的时候。周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二位，有一件事情你们没弄清楚啊。这是云海出品的《中国 X 少年》第1期网络播出的数据，我们云海是第1啊。所以呢？所以云海才是本省文娱产业的龙头啊，不是你们东海，也不是航天啊。未来我们还将会是全国竞争的佼佼者。云海不会听凭任何资本的指示。作为一个人才如何处置，我会用我自己的抉择。行了，我先走了。红茶加绿茶。哎，淳于总，你看见了吗？没看见啊，你忙去了吧？自己还是别老逼别人成嘛。老卓的发布会要开始了，我想跟他一块看直播呢。中国 X 少年是我们新云海推出的第1个重头的项目，市场的反馈令我们非常满意，更对即将到来的 GFG 的全面转播充满信心。我这次来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我们团队办一个庆功会。我们的节目的成功，就是我们新媒体部的成功。我们的总制作人付小虎所带领的年轻团队，是我们云海人才库的典型代表。来，各位，欢迎卓台长。干不过。这次你们每一个人都干得特别好，特别棒啊！祝贺你们！谢谢台长。那行了，你们都忙吧，好吧？啊。小谷呢？哦，他在总编室。哦，好吧，行了，赶紧忙吧。好。吴小谷总监，祝贺你啊！啊！台长，您为什么对淳一桥只字不提？中国 X 少年，还有整个云海卫视网络频道，为什么不给他署名？洛林的问题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台长，您不是一向都很看重淳一桥吗？您不惜代价，不惜诚意，只为他来云海工作。您的人才战略不是都以他为最大的目标吗？不是连招我进来都是为了吸引他来云海合作的一步棋吗？小谷啊，我再跟你解释一下，你可不能那么说，因为一开始我不在乎了，我愿意，他就应该是3军统帅，我愿意做他的马前卒，这都是他应得的。可是我不懂，您这么看重的一个人终于来云海工作了，
您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这就是您的诚意吗？不，这个安排是纯玉桥自己决定的。我不信。这么难以相信？我以为你很了解纯玉桥的。我对他非常的了解，我知道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要有充足理由的。我第一次见纯玉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一点都不奇怪。第一次？对啊，我认识他比你早多了。我从业将近30年，眼看着我们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传媒方式日新月异，几轮更替。现在我们又站在了互联网大潮冲击的前夜。作为传统媒体，如何在这样的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下适者生存，这是我们每一个媒体人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周平主编的精彩讲座。下面是提问环节，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周主编提出来。陈玉桥，这讲座刚结束你就进来了，你这时间掐得挺准啊。我那个跟我一起打球的同学脚扭了，我就送他去医院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没关系，没关系。这位就是纯一桥同学是吗？去年的毕业论文秒杀了研究生，后来又登上了传媒学刊的那位。啊，是的，周老师您好。贵校才俊，后生可畏。他的论文我仔细的看过，有很多的观点和我今天的讲座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说我今天的讲座，他听不听没关系，啊。周老师，您写的文章我也都读过。哦，虽然有一些不谋而合，但是也有一些大同小异之处。那同在什么地方，异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跟您一样，我也认为传媒的大变革时代即将来到。这是同。很明显，您认为以媒体平台本身作为核心的单向传播方式始终会是唯一主流，或者是说您内心希望是这样。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你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还是让其他的同学提问吧。那好吧，请坐，请大家提问吧。好，提问继续啊。陈翔，喂，周老师，慢点，慢点。我可以再跟你聊聊吗？哎，小心这水坑。我还是想就刚才的话题，想再跟你聊一下，就是以媒体作为平台，成为人才发展的中心，你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谈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那你想要什么方式？媒介的本质是传播工具，其实随着技术在发展，工具不断的在更新变化，所以作为平台的工作人员来说，要不断的去适应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但是我觉得真正打动人们的，并不是工具，而是传播内容的本身，对吗？能够跟群众达成共鸣。其实无论用什么样的传媒方式，我觉得本身意义都没有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是潜下心来去研究，去真正的体察人心。做内容其实就是这样啊。那你研究生毕业以后准备实战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跟我一起工作？当然有一点，我给不了你太高的薪水。薪水现在其实真的不是我考虑的重点。商业实战对于我来说也是实现理想的一种途径。那太好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但是我现在比较希望能够找一个思路不是很明确的平台，从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牵绊的基层开始做起。你这个想法也太奇怪了吧，跟所有的毕业生都不一样。要实现最大的自由，我想自己寻找自己的思路。你是野性难寻吧？应该是吧。如果没有这点野性去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又怎么样能有动力去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付出呢？在这个业内，陈玉桥也许是唯一与我雄心不相上下的人。有时候我真恨我自己和他不是同代人。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我也看着他一步一步走通自己的路。
我还期待着他有一天能来和我合作。跟我合作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他能再跟我说些什么。他跟您说了什么？我们有10年没见了吧，春雨小同学啊？没错，有10年了，周老师。不过你是个名人，我常在电视和网络上看见你。祝贺你实现了你当年的理想。理想好像每天都在变，所以还在探索。我会一直探索，生命不止，探索不息嘛。还是野性难寻吗？您呢？还是一定要驯服野性？我就知道顾小谷说服了你，你才来见我的。其实我跟顾小谷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说服，是我自愿来为您效力。当然了，如果您能够接纳我这个麻烦人物的话，我可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但是我10年前的想法到现在没有改变。您跟小谷做出了完美的台网融合，不但漂亮的逆袭，更加符合您建立强势媒体平台的一贯理想。我知道这盘棋你看得懂，那你呢？10年前的想法有所改变吗？其实也没变，我变得更野了。这个我不意外，我计划把你纳入云海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早就构思了2份不同的合同，让你来挑选。我现在给你发过去，你看一看。你看看吧，一共是2份。第一份呢，你会完全进入云海体系，前提是你接受云海以平台为核心的人才战略。云海现在是一个集团化的企业，有足够广阔的空间让你施展。我会为你和顾小谷提供并列的独立公司，由你们分别领导，给你最大的权限。我相信有云海作为护盾，靠你一个人就能够轻松地打败许长业和白崇展这2位商界的前辈。那第2份呢，就像你自己提出来的，你来做顾小谷的顾问，但只能是做他个人的顾问，薪酬待遇，云海会给你最好的礼遇。如果你终究不能认可云海的整体理念，我就只能把你当做让顾小谷顺利工作的辅助。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云海的作品当中，在集团内也没有正式的身份。你不觉得我这么做苛刻吧？这样定义彼此的关系，非常合理。我就知道我们总会有一些共识的。我等了你10年了，年轻人，现在给我个答案吧。周老师，我已经把第2份合同用电子签名签好，给您发回去了，谢谢您。我和纯玉桥的这种分歧，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理解的，这种分歧很深，远比许长义和白崇展的要深得多。台长，我能叫您老师吗？当然了，我要有你这样的学生，与有荣焉。我觉得您不一样。一开始我觉得您跟新天的玉海伦董事长不一样，因为您不被商业利益所束缚。之后我觉得您和东海集团和恒天集团的人也不一样，因为您不迷信既定的市场格局，您是最理想的领导。即便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鱼饵之后，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那现在这个看法改变了吗？也没有改变，但我必须要做个选择了。我很能理解你们2个之间的分歧，但是我站在和你们2个不一样的立场上。那你是什么立场？纯玉桥的同事、知己好友、追随者、崇拜者，他的女朋友。你这个立场倒是很独特。我不管是否是他情愿，但我必须要维护他应得的。你们2个制定的契约不合理，他付出的一切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回报。老师，周台长，我郑重地请您考虑一下，收回成命。哎，你怎么又早回来了呀？你就不能准时一点吗？你老是打乱我的安排。
哎呀，倒了！啊！我跟你说，你在干什么？不是滑雪呢吗？准备。逗你呢，我在做饭呢。我今天在电视上看了爆炒第一课，从事这项活动呢比较危险，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你可不知道我刚才被油溅成什么样了都。傻子，干嘛呀？我身上有油。怎么了？哎，我还没做完呢。哎。好了，快，你去洗个手，帮我摆一下盘，这菜也炒的差不多了。一场梦与一粒尘埃，一个星辰醒来。哎，不见了这会儿。哎，你今天上班怎么样？累吗？你自己去公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怎么不去上班了？我就不用了吧。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你当顾问，现在节目也走上正轨了，你自己就可以了呀。等以后有什么新的事儿，你再过去帮忙。下次不还是像这次一样，把一切都做好了，然后什么都不要就走开了。永远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云海的幕后有你的一份力量。谁说我什么都不要啊？我能跟你在一起工作，我要到了开心呐。来，端走。你这些傻白甜的肉麻话，一点都没有水准。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呢？端什么碗？你的时间是用来做饭的吗？你可是我心中卓越的艺术家，我唯一的偶像。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可是霸道总裁淳于桥，魔鬼鱼。现在呢？不好意思啊，你所购买的产品呢，请以实物为准，图片仅供参考。您订购的男朋友用久了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后悔也退不了。没有用，你说这些冷笑话一点用都没有，过不了关，混不过去。我呢，不是什么霸道总裁，我也不想当什么魔鬼鱼。我现在生活很好啊，而且身体特别健康，我又回到了大学时期的胃口。我现在炒菜放了好多油啊！哎，对，你让一下，给你看啊，辣椒。哎呦，我超喜欢吃辣椒。我这放这儿就怕一会儿凉了，所以先烤着保着温。来，我给你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我的感受啊。我觉得呢，当一个主妇没什么不好的，挺开心的。然后每天买菜，然后跟周围邻居的大爷大妈聊聊天，方圆5公里所有的大事小事全都尽在我的掌握，你知道吗？每天下午做好饭之后，在家里等着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回来吃饭。哇，这生活好真实啊！我都在怀疑我之前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反正现在你赚的也够了呀，所以你要好好工作哦。哎呦，这汤得加，等会儿啊，差不多了吧？多少分钟？应该加胡椒还是？哎呦，大明星，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挖掘出那么多天籁歌手的啊，真有想象力啊！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无穷的。哎，二位，您二位现在可都是大娱乐集团的高管。呀，行，文老师，你这往日无怨，别挖坑埋我们好吗？咱们之间还真的不是往日无怨吧？我想我们之间还是彼此有点怨气的吧？有吗？有吗？有吗？不管有没有啊，我呢也算是二位的老大哥了啊。今天我给二位道个歉。文老师，为了道歉，心可就远了。是啊，不必道歉，不必挂心，行吗，大哥？那就好。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呢，本来就是存在困境的，所以每个孤独的个体想要找到靠近彼此的机会，就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大明星这话够深的啊！书上看的。你最近都看这种书啊？那真的是有很大变化啊！
所以呢，叫你们来就是想看一看我们4个人身上有什么共同点。找共同点，这确实是人跟人啊彼此融合的一个好方法。所以，找到了吗？我们都是纯一桥的朋友。陈玉桥这个家伙最近是越来越能干了，我真的是佩服。他最近把东海和恒天2大集团都给得罪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卓平老前辈对他都看不顺眼。但这个架势是要在整个圈里都混不下去的节奏。如果咱们再不做点什么，他真的就要在家认真当主妇了。他在家当主夫？